何女士，47岁，来自河北商贸公司。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是都离异对吧？对。有孩子吗？各自？有。您是有孩子的，您呢？我也有。跟你们吗？我女儿和我在一起。你呢？我是前妻带走了。啊，认识几年？我们认识2年了。现在的生活状态什么生活状态？是这样的，就是我俩现在在一起了，但是现在是呢，他主外，我主内，然后现在家里现在的活啊，基本都是我来做。然后呢，我想出去找工作啊，他也不乐意现在我感觉我在家就像个男保姆一样。就是我和他认识不久，他那个公司啊就倒闭了。那时候呢，我工作上正是特别忙，家里外头都得我一个人，我也有点忙不开。我说那就这样吧，你现在也别着急找工作呢，你先帮我打理一下家，家用呢由我来出，你也别有心理负担。另外呢，你要是有一些出去应酬呢，我也给你足够的零花钱，就暂时咱们这样也属于各取所需，互相帮助。哎呀，您这买卖做的哈，各取所需，互相帮助。一个月给多少零花钱带家用啊？一般我们家用大概有5000块钱吧，他零花钱有5000块钱。您女儿多大？上初3了。这女儿的生活也是她打理？就是她接送上下学，带她上辅导班，回来帮她补习功课。跟小朋友关系怎么样？还行吧，反正我对他挺好的。不是这似有难言之隐哈。因为他没时间嘛，然后我平时就是我来带孩子，接他上学放学，然后带他去辅导班啥的。但是孩子啊不太尊重我，就有一回啊，学校开家长会，老师问我你是孩子的父亲吗是吧？然后这个他闺女在跟前，他说我跟你说，他说我家里请来的叔叔。我感觉我听着特别不舒服。后来跟他妈说这事儿了，他妈也没找孩子谈那事儿。我感觉他好像就也是这么认为的。实际上不是这是您什么人呐？您还没给我们介绍呢。这个就算是男朋友吧。什么就算是男朋友啊？实际上我们就是已经生活在一起了。我觉得，那他是谁呀？也算是我爱人。什么要也算是你爱人？你这男朋友就男朋友，对吧？没有结婚证。就在您心里他是谁呀？在心里他就是我爱人。在你心里他就是你爱人，你看。对。所以您现在是要工作去是吧？对，我想出去工作。你不愿意让他去？也不是就是你看我刚才也说了，就是他暂时也找不着工作，就是说差点的工作呢他也不愿意去然后我就说现在家里也需要一个人是吧？我说如果说你出去工作了，我在家里打理家里也可以。说实在的，我在外面打拼了这么多年，我也确实觉得挺疲惫了。我愿意有一个人帮我分担，你分担这半也行，分担那半也行，只要有人帮我分担，不能2个人都去工作，或者2个人都窝在家里，不行。您自己在做公司是吧？我也是给人打工，但是我在公司呢是一个高管吧，算是收入也不错，工作上挺忙，晚上也经常加班。那你怎么个打算啊？我想出去上班嘛，但是他现在把我窝在家里了，他就让我把家里块让我全归我了，他一点不管了。那你出去上去呗。我现在不是找工作不是那么好找吗？现在没找。你没找着啊？然后我跟他说了，我说要不他去他们公司上班吧，然后跟他说好几次了，他也不同意。也不是说我不同意他上我们公司来上班他呢原来做的那个工作呢和我们现在的工作隔行如隔山，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我说现在我们那儿呢也缺人，我们那儿也经常招销售人员。以你的学历和你的能力，胜任这个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他呢说我要做管理层，我要做更高的职级。我说现在我也做不到，因为我们所有的人，包括我在内，也都是从最基层的销售做起，包括我们公司的老总，都是一点一点的上来的。明白了。你是想走捷径呗？就通过他的关系，你到人公司去谋一高职吗？是这意思吧？主持人，这样就是我之前呢，我这个公司是个网络公司，然后之前呢，因为这个公司经营不善，然后就破产了。后来我这个工作就失业了，然后一直都没找到合适的工作但是差一点工作我也不愿意去但是他们公司这块也需要这个网络开发这块，就我想就是直接到公司，他不也是在公司上班呢吗？他也是高管，跟老板说一下，这不就可以去了吗？这不是走捷径吗？
我都需要的是一个契机，咱们能力是不差的。我就是认为你再有才能是吧，你也是要一点一点让大家看到你的才能。你从基层开始做，领导眼睛也是很明亮的，是吧？我说你就是怀才，就像怀孕一样，你得通过时间一点一点的显现出来，大家都能看得到。甭说我那不是一把手，我就是一把手，我也不能这么安排。你必须得一点一点的。那他在您家那个工作岗位干得怎么样？满意吗？你让他自己说吧。说说啊，干得好吗？啊，他家这块吧活太多了，就是你说家打扫卫生啊，做饭、洗衣全都归我。他洗衣服吧跟别人还不一样，他洗衣服要求特别多，好多衣服还得要手洗啊，洗完了还得熨，熨完了吧，他说还不行，还有毛，一个都让我摘。我感觉洗个衣服都比这故宫修文物还麻烦了，是不是太夸张了？大家听是不是太夸张了？啊，咱们大伙都知道，真丝的衣服是不是得手洗呀？而且这水温不能高于40度，如果你乱洗的话，这衣服就废了。我也知道他以前没做过这些事儿，我就是告诉他这个应该怎么做，他就觉得我要求太高了，很不耐烦。然后呢，其他的衣服就是我没有特殊要求的衣服，人家就胡乱往洗衣机里一扔，把我的外套居然跟床单一起往洗衣机里一塞。你说那个被单是纯棉的，它能不掉毛吗？洗完了之后，那白毛粘在这个黑外套上，大家能想象的是一个什么状态呗？拿出来之后，我也没说别的吧，我说行啊，已经这样了，你把它烫一烫，烫平了，然后拿那个粘毛的把它粘干净了就行了。稀里糊涂粘完了拿过来，我说再粘粘行吗？这就有点翻脸了，就要急了。这是属于工作态度和工作能力都不行是吧？我也能体谅他没做过这些啊，我也没说别的吧啊。主任，这是这样的，就是以前这些活啊都是我前妻来做，我都没有干过这活。你说我衣服给你洗了就很不错了，我也不是洗衣店，我是你的另一半啊，你干嘛要求这么高啊？家里这点事儿吧我都得干，他爸妈事儿我也得去。每天两头都得好，啥意思？老头老太太的生活都能自理，你说还能有啥？我家的事儿，我都我落掉里。他爸妈那儿我也得去有一回我去他爸妈那儿，然后他爸妈说那个这儿有旧家具，你帮我扛楼下去吧。我看你挺沉的，我说咱们请个那个搬家公司的吧。他妈不行，他说非让我搬。行，那我硬抢我搬下去了，后把我肩都压青了。我从小到大我都没干过这么重的活。我不得不插嘴啊。如果说光听他一面之词，大家都以为是不是把大衣柜、五斗柜都让他一个人搬下来了？实际上就这么俩床头柜，知道吧？就俩床头柜让他给搬下来，说没用了。这床头柜其实是那个实木的，挺沉的，没搬过不知道，特别沉。实木的，它又不是实心的呀。那里头谁给你塞了俩铅球，有那么沉吗？那你说我好好搬下去了，挺沉的。你这要真到人家做了姑爷、做了女婿了，这丈母娘说把柜子卖了，你不是也一样要干这活吗？我觉得就那俩小厨，我要是当时在的话，我就能把它包下来。啊，行，工作态度不好，其他的你满意吗？一开始的时候确实按我们家家务活他分担了挺多，干了没几个月，也撑死2月啊，人家就开始特别聪明，智商绝对高啊，人家就开始收拾屋子、洗衣服这活人请小时工来做。这活都让人小时工干了，那你还干点啥呀？那我得盯着小时工干呢，而且我找的小时工都是专业干的，他要不他也是干我说我干的不好，然后人家特别危险的活我也可以不用干了呀。听明白？你自己给你自己升职了，那做饭呢？他说干的不好吗？是吧？做饭本来实际上他做饭还挺好吃的，我们对他这个饭做的还都挺认可。后来人饭也懒得做了，超市买回点熟食，亲戚给你摆上了，想吃炒菜吗？外卖。我就跟他说，我说那外卖那个东西啊，经常说。那您那生活费给加了吗？不是，生活费没加，是没加。那你就别管人家了，说明人家用的很好嘛。还是那么多钱，但是那个外卖没有增加预算的情况下，还完成了工作。你哪怕你就给我们做口挂面汤，热热乎乎的，也是家做的，干净卫生啊。啥也不做了，你这点时间你都留着干啥用啊？天天在家待着呀。干啥呢？问你。他这个整天的就是我点外卖吧，其实我有原因的。外卖我可以每天都是换菜点，这样他孩子块吃的也挺丰富一点不至于说每天特别单调。这整天也嫌我闺女给他捣乱，我说让他辅导孩子功课，你给孩子辅导作业，
也属于人尽其用是吧？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呀。不是您到底把它当什么了呀？我现在听着也迷糊了。您就一个月花了1万块钱雇一管家回来啊？我也不是，实际上我还是那句话，如果说他能出去挣钱去，我在家这一些我都能做。那您属于几的人呢？你们在一起多久了？一共在一起从认识到现在有2年了。哎，有考虑过结婚的事儿吗？结婚，我倒是他总张罗说要结婚。那您呢？我就是认为我们这个还不够成熟。哦，啊，提过几回结婚呢？我提好几次了，我感觉我俩也在2年了，时间也不短了。哦，这个结婚证也该领了，然后跟他说好几次，他推脱脱的，他就说不愿意。其实吧，我也不是说不愿意跟他在一起，是吧？但是我总觉得这种再婚的家庭，关系比较复杂。首先，我女儿这块儿还没有完全接受他，另外呢，就是反正总而言之吧，你看我俩都经过一场失败的婚姻。我呢是和我前夫离婚7、8年，我始终就是单着一个人过，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孩子，确实是也挺不容易的。对呀，那现在不是有人来搭把手了吗？也就是说这2年。但是我上一段的婚姻给我造成的这种心理阴影吧，至今也属于挥之不去。通过这2年对他的考察，您觉得他还不是合适人选，对吧？怎么说呢？我并不排斥他。自从有了他以后吧，从情感上呢也有了一些寄托。以前我都是一个人下班回来，忙里忙外的，忙完了挺冷冷清清的。自从有了他之后呢，我过生日的时候给我准备一个蛋糕，插上蜡烛，也挺让我感动的。理解啊，但是还缺一点勇气，是吧？那你怎么看他不同意跟你结婚这事儿呢？你提了。你说我俩在一起也2年了，然后呢，我对他这个闺女都挺好的，就是我认为他总是拖拖不想跟我结婚的话，他可能感觉他不是跟我真心的。你说我要是对你不是真心的，我是不是我们公司有什么重大的场合我也带你出席了？当时介绍你也是我男朋友是吧？我公司的同事呢，跟他一口一个姐夫，一口一个姐夫的这么叫。我也没有否认吧。说实在的，从我心里已经把你认可为我的另一半了。你说我让他们去找工作，他认为我是他另一半，他是应该去努力啊，去帮我跟老板说一声，帮我谋职位呀。咱先说这个结不结婚的事儿，您干嘛非要说工作的事儿呢？结婚呢，他也一直拖这事儿啊。今天谁要来的？我要来的。我就问他一句话，他愿不愿意想跟我再走下去？如果愿意的话，就马上跟我结婚。如果他想拖的话，那我俩就不如干脆就分手。咋这么着急结婚呢？我感觉我俩2年了，了解对方也挺多的了。反正我对他也挺是真心的，这我家里啥都管了。然后呢，现在是还没有个还有那个名不正言顺。有了名分之后，你准备在这个家里承担什么呀？我还是愿意出去有自己的打拼自己的事业啊。所以说，如果结了婚的话，你就打算出去工作了，对吧？对，事儿就摆在这儿了。在一段婚姻当中，2个曾经有过婚姻经历的人，实际都想要自己这段婚姻的利益最大化。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分析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你们的矛盾和是不是再婚没有关系，而恰恰与你们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婚姻观是有关系的。恕我直言，小芝，你现在的经济基础怎么样？现在我应该是待业在家嘛，也就是公司倒闭以后一无所有了。对。何大姐，你是股东，又是高管，你有资产吗？有一点。老师，你可能还有些不了解，我其实不是因为他的有多少资产而跟他在一起，就是因为我没这么说。我是因为我跟他能聊到一起。因为我之前那段婚姻啊，就是因为我2个人学历差距太多，然后聊不到一起。我跟他到一起之后呢，我感觉我们俩聊得挺能。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你耿耿于怀，原来是有自己一份事业的，虽然失败了，现在耿耿于怀的是在他家像保姆一样的做家务，其实你是不善于做家务的。那当初你为什么要答应他说我愿意承担你全家的家务呢？他的女儿
为什么显现出对你如此的不尊重？因为在孩子的眼里，你是靠他妈养活的。你们即便是结了婚，如果继续这样，那你可能也直不起腰，抬不起头。一个男人只有输得起，才赢得起。我们不能在哪里摔倒就哪里躺倒啊。也就是说，这样的状况下，你不是通过他帮你去找工作，自己去找工作。我东山再起，我重振雄风。如果说你拿出了这样的一种勇气姿态，何大姐一定对你另眼相看。你应该证明给她看，你看中的并不是她的资产，而是真心爱这个女人。等到那个时候，这个女人不用你催，她也急着嫁给你。谢谢。刚才于老师说的那个观点我不太同意，我不太觉得你可能是看上他的资产，而我也更觉得在这段关系当中可能是何女士更占了便宜多一些。你们俩首先一上来聊所有的这些你们两个人之间的问题和事情的时候，我一丁点儿都听不出来情侣的感觉，我一直觉得是雇主和被雇佣的人的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他在挑毛病，你在跟这个领导反映，哎呦，我这个工作没做好是因为什么？没有经验也好，然后说我干累了，好了，我换一种工作方式，我找别人来帮我干，这回你挑不出毛病了吧？对于何女士来说，您现在的心思根本不在恋爱这件事儿上，您的心思全在事业上面，只是找一个伴儿，给你一些事业回到家之后的这种的温暖的感觉。甚至婚姻于您而言可有可无，因为你过独了，就过惯了一个人，我一个人也苦日子也过来了，现在自己过得挺好，多了一个他，哎，帮我分担家里的事儿，安排好了。所以您回到家对他的这个态度是什么？依然带着您领导的那个颐指气使的劲儿，我指挥你干这个，指挥你干那个，你让他感受不到你对他的爱。如果就这样的位置而言，两个人都舒服，那好，你们继续舒服下去。但如果一旦有一个人觉得我要的不是这样的感觉，那这段关系可能就真的到了要结束的时候了，好吧？祝你们幸福，谢谢。小智，以前做互联网的，做了多少年？做了。Java 的话，你是做 Java 编程的？对。你觉得你现在以你的 Java 技术再出去应聘一个开发工程的这个程序员去码代码，你觉得你一个月能挣到1万吗？你应聘得到1万块钱一个月的工作吗？也许吧。也许你心里很清楚，凭你现在的本事出去找份工作，你拿不到1万块钱一个月。其实男主外女主内，或者是女主外男主内都没有关系。
夫妻之间谁擅长干什么干什么。但有一句话说得好，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从来就没有应该或不应该，只有愿意或者是不愿意。没有谁应该主外，应该主内，只有谁说我愿意为了这个家付出。如果一个男人是经济可以独立的，挣得到钱，但我放弃，我愿意在家里做奶爸，那是一种奉献。如果一个男人在外面找不到工作，经济独立不了，在家里还不愿意把家里操持好，你这就叫不劳而获。所以你不是说你心甘情愿的愿意为他操持家务，你是在外面干不了活，你好吃懒做，你才做的这一份儿。从这个家里面搬出去，找到工作，再来谈这段恋情，明不明白？如果还想谈，先独立，对于你来说也是一样的。没有谁说我的事业比你的事业更辉煌一点，所以我就应该主外，你就应该在家里干活。没有应该不应该的，只有愿意或不愿意的。你在他面前是一个女人，你不是什么公司高管。到了这年纪，谈点真情实意的东西嘛，你说呢？好的，就这样。一旦关系混乱的时候，怎么听怎么都不舒服。如果我们是职场关系的话，尊重是第一位的。但是在情侣关系当中，往往是因为是情侣，所以忽视了尊重。其实按理说，你们俩现在都是应该抱团取暖的。虽然你在事业上是得志，你在事业上是失志的，但是从情感的层面，你们应该是互相抱团的。可是没有，你们把生活当中不该有的所谓成功者的戾气和失败者的丧气全带回了家，就变成了一场说不清是情感还是雇佣关系的博弈。我一直觉得生活里面还是应该有美的东西，而且我愿意相信，在这段感情开始的时候是有美的东西的。这个美就是简单的、单纯的喜欢，但是随着日后关系的演进，把这段关系给扭曲了，重新梳理一下吧。如果有爱，你们就好好聊；如果没爱，或者爱已消逝了，你们就跟对方说再见。一起进入抖音真情60秒。咱俩在一起有2年了，其实我工作这块吧，我也在一直努力，我也想抓紧把自己的工作稳定下来，好好跟你过日子。但是呢，我跟你提好几次了，想跟你结婚，你一直也不同意，我就希望你能好好考虑一下。我也不是图你钱，咱们结婚前你可以做财产公证，我都可以同意的。希望你能好好考虑一下，尽快能跟我结婚。也许真的许多时候我没有顾及到你的感受，但是我真的没有把你当做一个保姆。可能是我自己过了这么多年，像老师们说的那样，我把自己过毒了。可能是我不能理解你的这份心情吧。我也希望咱们都彼此冷静下来，好好考虑一下以后如何来相处。来吧，我们打开爱的记忆箱，看看他们封存了一些怎样的记忆。大姐，这是放了一个本子是吧？那是一个我女儿的作业本儿，她不是负责接送我女儿上下学吗？那天天还挺不好，下着雨，就快到学校门口了，发现作业忘带了，她就赶紧的回去给孩子取，她自己都淋湿了，这本子却一点也没淋到，我觉得挺感动的。啊，您那个呢？那是我平时干活的围裙，也是我在家里被压迫的一个证据。以后我想，不是被他压迫了，我想出去找份自己的事业，我要扬眉吐气。你在家里干个家务就要被压迫呀？我感觉那些活儿都不是男人干的，应该。白替他说了半天话，所以你没办法了。来，请回吧，谢谢两位。来，请关门。在接下来的环节中，我们有请涂宇老师解答一下抖音 APP 上的朋友们分享的情感故事和问题。接下来进入抖音爱情小课堂。女人想你的时候就寂寞，男人寂寞的时候才想你。求而不得是最大的痛苦。在异地恋当中，女人的求而不得就是陪伴。可是男人其实不懂，
心在人不在，也可以使女人得到满足。一条微信，一个电话，自己穿暖的时候问问对方冷不冷，自己孤单的时候问问对方寂不寂寞。你永远要记住，有一个人在惦念着你。来看看这对情侣自己的选择是什么，请开门。来吧。这结局您想到了吗？真没想到，我给他造成了这么大的伤害。其实吧，我也不是说不想让他出去工作。谢谢您，请回吧。好可怕。